司空长风会打，但是打的也没有那么强，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兄弟，所以就会让兄弟先跑。现实生活中遇到好友被欺负了，夏之光也会这么做吗？会的，夏之光会的，反正会帮忙，有理就讲理，有事就说事儿不实在不行就报警。浪迹天涯，因为我的终极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去一个城主不太 care， 我本人是想环游世界，而且司空长风他其实最后是因为爱家庭、爱女儿，然后呢，其他几位城主呢就丢下烂摊子不管，司空长风只能扛起来这个事情。如果其实没有任何负担的话，我觉得司空长风肯定是一杆枪、一匹马、一壶酒就浪迹天涯的。这正常啊，这的确是。马上25了，我属兔，其实按照属相来说，我25，虚岁都26了，再折一折我都30了。这么快吗？对，叫叔叔也很正常。对，但是我没有，之前没有意识到，因为今天燃烧就开始关注你了，就是吓不吓人？时间快不快？从15岁到现在都快30了。我那时候没有觉得你小，然后现在看应该算是30多了，但是一看年龄才20多。谁30多了？纷争开始了，这什么话？这是什么叫感觉我都30多？我还给自己弄小了呗。我说我自己30，你都说我30多还。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没有觉得你很小，就是才10几岁。我是长得有点着急，是。就是那个。对，你还对。你能给我个台阶下吗？你就是至少参加选秀就是快20岁了嘛，然后再。15，谁跟你20？我没有20，我那时候15。现在看着应该叔叔辈了，怎么看起来还是这么年轻？接不下去你这话，我不想接。下一个问题。首先啊，我觉得作为演员，或者是我觉得现在的就是大家，其实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放松的时刻，然后这个放松的时刻，你一定要去汲取，不管是吸收任何信息，但是你需要去让自己松弛且不断的进步。我觉得作为演员，在去挑战角色，或者是去找寻没有过的经历，你可以去多让自己看看电影，然后多在生活中观察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身份的人，这个样子其实潜移默化的你就会印在自己的脑袋里，然后要去多经历情绪上的大起大落，这会非常在演戏当中会非常的帮助到自己，在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哈。不管做什么事，你要去专注它。你是今天去学习某项技能也好，经历一段感情也好，然后你只有去专注沉浸式的体验它，你在情绪上有大起或者大落，你在技能上你有高光时刻或者是低谷时刻，这个时候对于你演员塑造角色的时候有很大的帮助。那你现在表演出来的什么体验？其实都有，剧作是一个长线的工作，你不能够每时每刻，或者你一天可能要拍14、15、16个小时，你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在体验，那你体验完第2天你就虚脱了。所以在有时候你会用一些技巧帮助自己去完成当下的情绪或者是剧情。那如果是整个角色弧光上去或者是转折点的时候，你可能必须得要体验，然后再去控制。